朋友们，觉察在开悟觉醒之中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大家也能经常听到说我们要保持觉察，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可以像一根丝线一样贯穿无明与觉醒，然后保持觉察的这样一个状态。保持觉察的前提是拥有觉察的能力，但是怎么开启它呢？在开启它之前呢，我们需要做一些前置的铺垫。第一点呢，就是保持面对外境和内境。但是外境似乎我们每天都在应对，为什么依然还是无明的状态呢？还是在无知无觉地活着呢？因为如果你不先解决你内在的问题，那是永远无法在外境中看到本质的。本质与幻象是真实的一体两面。这里说的这个幻象呢，不是说虚无主义的那种幻象，而是说这方世界之中一切随缘生灭的无常之物。幻象不是纯粹的那种假的、虚幻的、虚拟的，是它们不能恒久存在，会必然发生生灭变化的过程。比如我们这个肉身载具，存在一段时间后就化成灰了。生我之前没有这个我，我死之后也没有这个我。无生，然后灭了又无，就这样无常变化。这个才是经典中幻象的真实含义。这个要切记，千万不要片面地执迷于文字本身。所以我们需要先解决自己内在的问题。这里引用《华严经》中的一句话：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没有悟道的人呢，看到这句话会将理解停留在这个文字本身上，那就会产生一个认定，就是会觉得它为心。这是对这句话最大的误解。我上面说我们要先解决我们内在的问题。我们内在有什么问题呢？我希望大家能静下心，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开启一个功课，就是问心。如果心是大海，那思维认知其实就是表面的波澜，但是这表面的波澜是作用于日常的。我们要向意识的深处去了解它的状态，了解我们当前的思维认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是如何解读这个世界，并产生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举几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不同或者相同时代、不同区域的人呢，有的人他们信奉鬼神的赏罚，认为天灾呢都是人祸，是人的失德而造成的，然后他们自我检讨，去调整日常的行为，甚至去祭祀，然后以求鬼神的宽恕。另一批不同信仰的人呢，比如信奉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等，还有一些人信奉科学。虽然他们信奉的不同，但是他们都能很好地处理自然界发生的问题，以及过好他们自己的生活。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他们都能依靠自己的认知结构和属性去解读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和现象，以及如何指导他们自己的人生行为。虽然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信仰、不同的认知属性、不同的思维系统，但是他们解读着同一个相同的世界，千万年来依然繁衍生息，并形成各自的文化和生存体系认知。只是近代又诞生了一个科学这样的轨道而已，它也是其中一个解读世界的方式。所以你深刻思考一下，真实的世界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样子的，只有我们认为的世界。我们的认为来源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接受了什么样的文明体系，那么我们就是在用什么样的文明体系的框架元素去渲染和解读世界。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你是一部手机，然后每一部手机安装的系统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同样都在接收和处理外界的信号，然后通过信号呢再做彼此的交流。但是我们手机不一样，功能不一样，甚至连应用的样子也不一样，然后操作方式也不一样。
甚至有的人用的是老年机，功能不全；有的人呢，使用的是最新的智能机，功能特别的全，特别的多。但是我们都在对手机的通信信号进行解读，所以你发现了吗？你可以用很多种文明框架去渲染和解读同一个世界，而且很有可能都合理。科学上讲，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然后地球本身也在自转，然后产生了一年四季还有昼夜的区分。而在古代的天圆地方论里，包括后面出现的24节气，还有天干地支，甚至对应了一些古代的星象学，它也解释了一些宇宙和自然的现象。那么现代的科学呢？它也通过一种所谓科学的技术手段，再去解读自然现象和宇宙规律。无论信道的、信佛的、信科学的等等，它都可以形成一套独立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因为我们的解读和渲染，其实只是真实世界的一种视线。我们所有的解读和渲染都是在对现象进行归纳总结。一旦过渡到无常背后的那个真相，才会发现，所有一切的无常幻灭，通通发生在已经安装了文明框架属性的心中。所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境由心转，心外无物。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内在世界，才能真正明白外面是什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内在世界，并没有内外两个世界，只有一个真实世界是处于混沌态的，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和定义的。是人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通过文明的意识框架、文化元素，通过文字语言和感受器官等等，渲染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剖析到极深处去发现世界与意识的内在关系。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内心本身的显化。所以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也就是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我们能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世界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自己这个载具正在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这是一个清醒的认知。当你从中清醒过来，高于这个我的视角之外，才会发生觉察这回事。但是我们先要做的就是向心而行，回到原处。而在这里呢，你能否真正抵达，而不是头脑里的想象抵达，这是个分水岭。如果你能抵达，也同时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你可以入定入境了。如果入不了，那说明你只是在思想上的抵达。在这里呢，我只能给大家指明一个方向，大家自己去进行深入探索。因为每个人虽然处在这个相同的时代，接触的也是类似的文明框架，但是每个人都要培育自己心中的道，也就是说去发现真正的你自己。这绝非跟随。比如你非常热爱绘画的领域，那就好好去做。比如说你想从事海洋环保，非常热爱这个工作，那去做就行了。这就是你们的道。道绝不仅仅是某个人私人所拥有的，而是人人都处在道之中，无知无觉而已。觉察不是来自于思考，它不发生在头脑思维。思维的惯性呢，会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觉察不会。觉察一旦发生，它就好像是默默的参与者，它是一个成为者。或者说，如果什么事情有答案，那它就是答案本身。其实究竟来说，说是答案并不妥当，因为答案的这个概念割裂了生命流动的连续性，它是片段化的。你如果寻求答案，那你的世界就会出现无数需要你去寻求的答案，你就自己创造出了一条无法穷尽的路，也是一条迷失的路。作为一个默默的参与者，你首先需要保持一份内心的宁静。心的宁静呢，会让你看到更多。
但是往哪里看呢？观察哪里呢？是借由外境观察你变化的心识，眼能看，耳能听，你对这个世界全部的认知，都是通过这些器官，包括你的感觉、直觉，所有的发生其实都是发生在心识里面的。你能看，能听，能闻，能尝，能触，能想。那个能在哪儿？那个能就是识，识是心的波澜。所以可以说，你认为的真实的世界，其实就在你心里。你只有自己走上这条路，踏上去才能觉，能保持这个觉的状态，相当于把意识力量从世界的无常幻境中抽离回来。那么你在做事就会变得非常有觉知，你就会发现身边谁是醒的，谁是睡的，睡着的人的意识水平在什么层次，什么层面，在想什么，他会做什么，一目了然。你甚至能完全理解。所谓的神通其实就是在这种状态里，所以神通无法学，无法受，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